大家好，我们想做一件事，把过去100多年里那些走得最远的华人家族重新讲一遍，他们的迁徙，他们的规矩，他们的判断，他们的代价。不为别的，这些故事是写给所有华人的。这一集讲一个从来没有停下来的家。100年，3代人一直在路上。1923年，上海，邵家4个儿子做了一个决定，把家里的房子卖了。父亲死了3年，家里只剩2样东西，一栋上海的老房子和一家叫孝舞台的剧院。他们留下了剧院，全家搬了进去。那一年没人想到，后来的100年，这家人再也没有回到那栋房子。他们一直在搬，从上海到新加坡，到香港，没有再回头。父亲生前在上海做颜料生意，店开在虹口，叫锦泰昌。那个年代，做戏的人没有家底，他不希望儿子们走这一行。后来父亲不在了，4个儿子还是去做了戏。1925年6月，他们在上海虹口办了一家电影公司，兄弟4人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，本名任杰、任地、任梅、任愣，从此叫醉翁、村人、山客、义夫。那年最小的邵逸夫还在念中学，跟着大哥拍片，做摄影，做编剧，做杂工。2年之后，麻烦来了，上海的同行联合起来抵制他们，任何戏院签了对方的合约，就不能再放他们的电影。上海是待不下去了。1925年，老三邵仁梅一个人下了南洋。第2年，他从新加坡发了一封电报回家，让最小的弟弟来。邵逸夫接到电报那一年18岁，他刚从中学毕业。他坐了一条船，下了南洋。最开始的几年，2兄弟做的事跟苦力一样，他们扛着一台无声放映机，租了一辆大篷车，走遍新马的橡胶园、农场、华侨聚集的村子，在树底下挂起一块白布，机器手摇着放，台下坐的是离开家乡几十年的华侨，他们大多没见过电影，他们看的是大哥从上海寄来的胶片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、白蛇传、唐伯虎点秋香。1930年，2兄弟在新加坡美之路挂了一块牌子，邵氏电影公司。7年之后，邵氏的戏院遍布新加坡、马来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越南110多家。1937年，仗打到了上海。1941年，仗打到了新加坡。邵氏经营了10几年的戏院，被日军征走。战争停下来的时候，4个亲兄弟第一次分散在3个地方。大哥在上海，二哥在香港，
三哥和六弟在新加坡。那10年里，香港变了。二哥在香港重建邵氏的生意，撑了10几年，最后还是撑不下去。香港冒出来2家更大的电影公司，电懋和长城。二哥的戏院和片场被这2家压得做不开。香港这边的局势传到了新加坡。那一年，邵逸夫50岁，他在新加坡住了31年，娶了妻子，生了4个孩子，盖了房子，做下110家戏院。50岁是该停下来的年纪。那一年，他去了一趟香港，看完之后，他回新加坡，做了一个决定，他不能不去，他得回去救二哥。他到香港的时候，英文名叫 Run Run Shaw， 他自己解释过，是上海话里人愣的发音，但跟过他的人记得另一个意思，跑来跑去。他在清水湾买了一块山地，32万。1958年，他在那块地上挂了一个牌子，邵氏兄弟。那一年他51岁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是这辈子都不走喽。我和你双双。第2年，邵氏拍了一部叫《江山美人》的片子，票房破纪录。亚洲影展上，这部片子拿了12个奖，那是亚洲影展第一次有片子横扫12项。感谢每一位观众的喜爱，这是全体邵氏人的胜利，更是华语电影的荣光。1963年，邵氏拍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这部片子在台北上映，连续上映186天，打破了台湾所有电影的记录，观众里有人前后看了100多场。那一年，邵逸夫56岁，那是他到香港的第6年。邵氏在清水湾那块山地上拍了1000多部电影。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曼谷、台北、香港200多家戏院的银幕上都有4个字：邵氏出品。1967年11月19日，邵逸夫60岁生日那一天，他和几个合伙人办的电视台正式起播，后来人们叫他 TVB。 这一次邵逸夫没有再搬，他在香港住到了107岁。最后那30年，他做的事跟电影没关系了。1985年，他78岁。那一年，他把第一笔大钱捐回了中国大陆。少爷，你老家在哪里？在宁波镇海呀。钱捐回了浙江老家，浙江大学1000万港币，建了一座科学馆，那是中国第一座以逸夫命名的楼。之后20多年，邵逸夫一直在往中国大陆捐钱，钱用来盖学校，楼是按他出资多少建的，他一次性按预算捐。学校盖楼的时候，如果费用没超，楼名上逸夫2个字写全，如果超了，逸字少写1个点，他亲自同意的。他说，没有全部出资的楼，不该完全用他的名字。到他去世那一年，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有6013栋楼。那个父亲当年说，做戏的人没有家底。他的儿子做了一辈子戏，搬了几个地方，
最后那个最小的儿子，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父亲生活过的土地上。